这个东西你会常常看到啊。你如果在做燃料电池的时候，你常常一定会画这个图啊。这个叫做 IV curve 啊，就是说基本上燃料电池的什么性能曲线啊。这边是它的什么样？它的那个电压，这边是什么样？它产生的电流，产生的电压跟产生的电流。OK， 好，理论电动是理论值，我们可以算出理论电那个什么？我们算那个是算理论电压而已啊。那电流，我们那时候是用什么？电压跟电子的量嘛，跟电量跟电流无关嘛，对不对？哈，所以说，如果我们理论解是这个地方，比如说这是一个如果假设是个70度C 的比较低温的燃料电池，它大概是长这样。这个是1.2几，是刚才算出来的理论解。但是呢，你大概不可能做到这样子。你大概一做的时候，只要有电流的时候，基本上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东西就会往下降，这个地方就往下。一有电流发生，那电流很小很小的电流，一旦有电流发生，你大概就会发现说它会往下降。这个降的这个地方哈，我们就开入电位，我们叫做 open circuit voltage， 叫什么？叫开入电位。这是一个也是蛮我们常常在看的一个指标，就是说它是多高这样子。好，那这个开入电位开始之后的话，就会也就是慢慢，就是你如果电流增加的话，它也会慢慢怎么样？慢慢减少。那减少到这个地方的话，会有一个类似线性的地方啊。然后到最后的话，你如果电流一直希望它电流很强的时候，基本上你会发现说它的电位会很强烈的 drop。这边有几个东西，我们就要去了解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 curve 啊？这个 curve 基本上就是什么？大概是活化损失啊，就是你要刚开始让它产生反应的时候，一些活化损失，反正就因为活化人的影响，然后不可能就会让我们好像100%就跟我们理论算的是一样的，就活化人的损失。然后呢，这边开始会有一些也是一样，就是说往下。都是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损失，比如说等一下会讲到说，都是因为一些反应的一些不理想性就对了啦。这我们等一下再讲好了。这一条比较简单解释啦，线性的代表什么？欧姆损失嘛。你任何在传递的时候一定有阻力的嘛。你一直在传导也是有阻力嘛。那我们讲过说，基本上那个欧姆定律里面就讲了，就是那个电压跟电流，如果是什么样，你如果是能量是一样的话，电压跟电流是成反比的，就是因为基本上它是有欧姆损失。你要电流很快的时候，你的什么样，你的那个电压就会减少嘛，这是线性的。这边是怎么样？突然变什么？就代表说，当你电流太快的时候，我的反应来不及供应啊。你反应总是要需时间嘛，那反应时间不是只有反应时间而已啊，反应时间还要怎么样？还要后勤的补给嘛。今天我一下子都把它消耗掉了，但是呢，我消耗掉的那个产物有没有办法直接跟外面的那个什么那个燃料要做交换，让我产那个？因为我是不会动的，对不对？我是不会动的啊。等一下讲这一边，就是你就要看一下说，第一个开入损失，然后接下来就有一个非线性的损失，到最后变成一个线性损失，到最后一个急速下降。这几个是一般我们看到什么样？看到那个低温的燃料电池的那个性能曲线。所以呢，一般我们都会如果我们讲0.7，一般我们都会把操作点放在这个地方啊。一般都希望把操作点放在这个地方。高温的就怎么样？就跟低温的不太一样。高温的很明显，前面这一块不见了。那我们刚才讲说，前面这一块是跟什么呀？跟活化能跟一些非线性的损失有关系嘛？那我们也讲过的，你怎么样把活化能降低？提高温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嘛。所以基本上，我如果高温的话，你会发现说前面这一块就不见了。但是呢，中间这一块欧姆损失还是会在，那到最后这样往下降还是会在，所以说基本上它的曲线跟什么样，跟那个低温的比较不是那么一样哈，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东西，这个是一个800度C的比较高了哈，所以我们就针对这几个损失，我们来好好的定义一下哈。第一个理论解，这个理论解哈，基本上是什么样？1.2，但是呢，基本上那个什么。这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叫做理论开入电路，开入什么 open circuit 那个什么 voltage 什么开入电压，但是呢，基本上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损失，这个损失叫什么？
叫 over voltage， 叫过电位，就是说我们的损失哈。这是第一个你看到的哈。好，所以我们讲说，基本上一般燃料电池希望怎么样，把这个过电位over voltage 把它降低到越低越好，这是我们希望做的。第二个的话，然后这边有一个数字，它叫做什么 ？Exchanging current density， 就是代表什么？代表说，如果我的电流超过某个电强度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过电位。这个电流强度叫做什么？叫做 I0， 我们叫做什么 ？Exchange current density。刚才看到这个地方，你会讲说，有这个值存在吗？当然有啊，这个值你可以讲说它很小很小，小到几乎等于0，对不对 ？I0啊，这个地方的话，就比较大啦，到这个地方才开始有降低嘛。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把这个 I0啊，这个叫做 exchange current density， 我们希望也是什么？越低越好，越低越好，对不对？然后基本上的话，那个还是讲说，但是到最后的话，你如果是开始的话，电位很高的时候，基本上就产生一些损失这样子哈。所以我们现在就针对每个损失来讲一下。所以呢，我们讲说有几个损失，第一段直接降下来，要么那一段，这一段损失的话，基本上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叫做什么 activation losses， 就是什么我的活化损失，或是一些什么 fuel crossover 跟 internal current 的损失，就是那一段啊，不管是开入电位比较低，或是往下这一段的话，基本上我们是把它归在有这2大原因。第一个是活化损失，就是你要因为它有活化能的原因，所以在里面产生了一些很复杂的东西，所以我们不是那么容易了解。反正就是，但是这个地方的话，你很明显的你在高温的燃料电池，这个损失就比较小，有没有？低温的燃料电池长这样子，高温的燃料电池几乎没有，所以很明显，这个东西是跟什么？跟活化那个什么活化能相关，所以它是个活化能的损失，就在这个地方。OK， 他就讲说 ，voltage drop is highly nonlinear， 就代表说它真的是很非线性的，很难去理解它。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的损失是什么？就是我的 fuel crossover 跟 internal current。什么叫 fuel crossover？ 就是说我的很多本来我的燃料应该是在正极里面做分解，但是你总是没有办法，那个预期所有的燃料都是会停在正极的，它有可能怎么样？燃料在正极里面，它还是怎么样？会跑到负极去啊？这样子我的燃料就可能受到一些影响了，甚至你也可能讲说，我们都想说电子理论上应该从什么样？从外电路到负极去，你怎么知道说电子100%都从外电路呢？电子为什么不能也是有些电子会从内电路跑呢？所以内电路就代表什么？从电解质的正极直接跑到负极去呢，而不是经过外电路呢？所以这边有很多那种 uncertainty， 那种不准确性啊，不理想性啊。所以说我们做工程做那么久，我们都知道说算的跟什么样，跟做出来的完全都不太一样嘛。不过就基本上你要了解到说它可能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时候的话，你未来在做研究上面，你才能知道说我怎么去改良它嘛。所以说这个是说活化损失加上说 fuel crossover， 燃料直接从正极跑到负极去了，没有反应就跑到负极去了。internal current， 我的电子本来理论上是要走外电路，结果是什么样？走内电路，让我的怎么样？让我的那个电能也是损失掉了。欧姆损失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对不对？你电流越大的话，你拥有电阻嘛，你每个东西一定有电阻的嘛，对不对？所以说基本上同样的能量之下，同样的电阻之下，你的什么样？你的电流越大的话，你的怎么样？电动势就越小嘛。这个东西基本上就叫欧姆损失嘛。另外一个叫做 mass transfer 那个什么 mass transport， 为什么 T 不见了 ？OK 好，没有，我本来想说是 mass transfer 啊，后来我就发现说他是写 mass transport， 不是我讲的 mass transfer。OK 好，就是质量传递，就是直传啊哈，直传跟那个什么，跟那个浓度的损失嘛，这个更容易理解了嘛，对不对？我今天我的电在这个地方，
这边都是正极，旁边都是什么样？都是那个氢。当我今天希望它这个是发生在什么地方？电流很高的时候嘛，电流很高代表什么？我的反应要很快，我才有办法一直提供它那么多的电子嘛。所以说变成我反应很快的时候，我旁边都反应完，那我反应完这个变成氢离子嘛。那氢离子的话，要怎么继续反应？在里面完全是靠什么？靠扩散嘛。所以你要扩散，把氢离子往这边扩，外面的氢分子再扩进去嘛。那如果你的反应快到我的扩散交换来不及了，你就会瞬间就没有东西可以反应了嘛。所以说这个地方你就发现说它为什么 drop 得很快。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一定这就是大的极限，你大概就是说让你的反应不能那么快了。当然你可以讲说，那我怎么样设计让它这边的直传比较好一点？对啊，热传可以做的直传都可以做嘛。怎么让热传导比较好一点？让热传好一点。那热传里面当然还有什么样？有包括热传导、热对流都可以做嘛。只是说你在这种燃料电池里面有没有办法像你做热传那个施展那么多功夫？恐怕不太行啊，对不对？你热传导的时候，你可以用什么欺骗啊，什么破坏它的边界层啊，什么东西啊，在这个地方有办法做吗？好像不太行啊。所以这个也是你要什么啊？你要那个什么避免的。所以我们才会讲说，基本上一般而言，你大概都会让你的燃料电池控制在什么？你首先这个燃料电池，你可能就要先什么做出它的 IV curve 这一条。然后这个做出也是第一个，看看你做的对不对，看看你做的东西有没有符合物理性。第二个的话，你就知道说我的最佳的什么操作范围在什么地方，你就找出来，一般都是0.7伏特左右，对不对？所以刚才开宗明义就讲说，燃料电池的什么样的那个是0.7伏特，这个比较，除非是说你做燃料电池研究才会看到，基本上他希望把刚才讲的几个损失把它用公式化，这个公式都是一些经验公式所以说这就活化损失。那活化损失里面这边有个值，这个 I0我们讲说这个 I0就是说，当我的电流超过某个值的时候，它就会小于我的什么开路电位，就是我的标准那个理论电位这个值。所以基本上我们希望这个值越大越好。所以你知道说这个我去确认一下，这叫8斤嘛那8斤也是蛮贵的吧？我们做牙齿，如果说你们可能还年轻，没有做过牙齿嘛，你如果做牙齿的话，那个什么假牙就有一种叫用8斤做，这个是蛮贵的。那这个是白金，是一般我们用的。那如果勉强的话，一些高温燃料电池的话，还可以用一些什么镍跟那个银来做。但大部分现在看到的燃料电池，大部分都是用白金来做。你看，一旦用到白金做的话，价钱就很高。所以很多燃料电池它的虽然效能很好，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因为白金那如果是你有办法用那些比较便宜的金属来做我的电极就是催化剂的时候，那么的话，这个基本上就比较 OK。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这个增加温度，大家知道吧？把活化能那个提高，然后用什么？用那个这个是用催化剂嘛，对不对然后基本上增加接触表面积嘛。那还有一个，比如说增加那个什么，增加压力还有，其实等一下就是说。基本上我们正极跟负极它的反应，正极如果一般燃料电池，正极是把氢解离成氢离子嘛，事实上它的反应比较快，它的重点，它的什么，它的那个速度会是在什么负极控制，负极把氧变成水，这个反应比较慢，而且慢大概是以100倍来算，2个 order 来算，所以基本上你可能要想一些办法，希望把负极的一些反应把它加快。那这里面这个时候的话，可能这个什么这边比如说用一些纯氧或是增加那个压力的话，都是对负极的反应有帮助。所以基本上你怎么样子让它一些所谓活化损失就是说让它反应，因为反应产生的一些不理想的状态减少的话，有很多方法了。那个欧姆损失的话就很简单啦，基本上就是因为线性的很容易算你只要知道它怎么样。你只要知道它是电有多少，就可以反算出它的什么电位是多少了。这个欧姆损失这就没什么好讲的，就是 delta 就等于 IR 嘛 ，R 就是什么？就是我的什么电阻嘛 ，I 跟 R 嘛，对不对？所以说你就可以算出欧姆损失是多少了。好，这个是我们讲说那个直传损失嘛。你反应如果过快到基本上你的产物、你的反应不能供给的时候，这个时候反应会变慢嘛，所以说它 decay 得很快这样子所以搞到最后，我真正的电压是多少？是什么？
这是我真正的电压，等于我的理论电压减掉欧姆损失，减掉我的活化损失，减掉什么样？我的直传损失就是这样子。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把它算出来，所以就把方程式带进来。基本上，比如说刚才那个欧姆损失最简单了，电流乘以那个什么乘以电阻，活化损失刚才不是一个什么 Tafel equation 吗？把它弄过来，好。然后呢，我的那个理论那个什么那个直传损失，因为长得很像这样子，所以说你觉得那一条方程式那条函数要长什么样？一定是什么指数型的嘛？有没有？那个损失有没有看到长这样？这边下来会变化的这么快的，一定是指数型的。所以基本上它就把它怎么样？把它化成一个指数型的函数。那当然这个 n 跟 m 都是什么？都是常数啊！你要做很多的实验啊，把 n 跟 m 这个系数的资料库给建立。到时候的话，你如果有这些资料库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就用这个方程式算出它怎么样，算出它的那个真正的那个时候，比如说我今天给你一个电流，啊，那个电流到底它的什么那时候的那个的什么的电压是多少哈？这就是基本上就是长这样子，这是提供给大家一些资料库，没什么大不了。就是说，如果是不同的燃料电池，你某些常数哈，比如说 A、M、N 这些东西哈，你大概带多少值带进去里面，大家可以估算出来这样子。但是大概这个东西只是给你们参考用而已了哈，也是让大家知道说研究方向可以往这边走，但是真的要用的话，还是拿个燃料电池回去测一下吧。好，以上。很简单的讲了一下燃料电池的原理，